今天开始讲那个风能哈，风能其实风能的原理大家都很清楚了。其实风能这边只是跟大家讲一下，风能啊，从什么样？从西元1世纪就有用了。他这边就有一个西元1世纪的时候，基本上他们就用风能去做一个什么？去的鼓风炉啊，就已经有在用了。所以风能在那个在西元1世纪一直当然到现在为止就已经很多了，所以那没什么大不了。当然是跟风车跟水车一样嘛，对，大家比较常看到水车，对不对？荷兰的水车那也是从古早时候就有，风车也是一样啊，就是只可以看大家看一下而已啊。好，风车基本上等于叫风车基本上风能有几个特色啊，第一个就是说，一般来讲是离地面越高的地方风越大，大家都可以知道嘛。所以说你会发现说，风车的话，理论上最好的地方是什么呀？在山上啊。那只是在山上的话，其实也不是很好。在山上的话，第一个那个天气不稳定，第二个山上那个地形崎岖，建设也不好建设，然后可能又是荒野的地方，没有太。不过呢，基本上就是因为离地面风越大，而且你看大家都知道学过流体力学嘛，一旦有地表的话，你风吹过来就有 no boundary condition 嘛，所以地面这个地方的风就会很不稳定嘛。所以说现在风除了是越高风越大之外，你也希望说它远离地表，它的风流比较稳定一点。所以现在风车是越建越高，越建越大，对不对？所以可以看出来风真的是越来越高哈。然后呢，风能也是要有一定的那个，跟之后讲的水力能一样，都是要有一定的含量之后才有价值啊。这边大家讲说，最起码你要每米大概5.3啊，大家都是最起码3级风到4级风啊。那希望更高更好，但是不能太大哈，也不能太大。风能最讨厌那种什么样突然的变相的风啊，所以说那种台风那种风能是完全不适合用的，因为一下子大一下子小，然后风向可能会变，会影响到整个机构的那个一些稳定性哈。好，风能的原理就很简单，大家都知道是什么嘛？班努利定律嘛，对不对哈？我以前现在已经因为这一招已经久了，以前我在口试学生的时候，我都喜欢就问一下说，如果要投上飘球或者那个什么下坠球的时候要怎么投？你要用班努利定律嘛，对不对？你要知道说它怎么移动的时候，它哪边的压力，一般讲是什么样？速度大的地方压力就小嘛。所以说你要让它，你如果是要什么伸卡球是怎么样？进来偏右嘛，对不对？偏这边嘛。那你如果要伸卡球有点下来的话，那你的球要怎么移动嘛？当然了，那个王建民应该对体育学应该没学过，不过他已经会控制，他大概已经知道说我怎么拿，我球丢出去的时候它是怎么移动，它是怎么旋转。当然，你有时候基本上那个球不会旋太多了，就是一点点而已这样子。它或者是说不需要让它旋转，怎么样？利用它表面的粗糙度嘛。所以不是有时候都会讲说，他们不是偷抹一些油或什么东西嘛？反正其实大家不要想想看那个什么，有时候那种表面粗糙度差很多，大家经常看到那个每次都什么要沾个口水，然后这边有弄球，有没有？有没有看过那个投球？你不觉得很脏吗？用手沾口水，然后这边插球。对啊，其实就是怎么样？基本上那个球的表面粗糙度是很重要的。还有你如果去打高尔夫球，就一定是杆地都一定会帮你擦球。所以一般的那个高尔夫球场的话，过几个洞就有个洗球机啦。那你如果自己打高尔夫球，你要把球洗得很干净，因为它表面的话就影响它的什么样？它的那个运动的状态。运动状态的话，基本上就会影响到。所以班努利定律就讲得很清楚啊。不过班努利定律基本上只适用于什么？原始的班努利定律是什么啊？不可压缩，然后呢，没有摩擦力，没有摩擦力代表什么？代表是非粘滞流场。那非粘滞流场基本上在现实生活里面有没有？几乎没有嘛。再怎么样，空气也有粘滞度，它摩擦力很大。不过呢，它就把它修正了哈，就修正一些东西哈。反正班努利定律基本上它的原则就是说，静压力等于静压力跟动压力的和是一定的。所以呢，你如果移动了，如果说在移动的时候，动量比较大，动能比较多的地方，压力就比较小。好，这就是我们一般这个名字有个叫做什么 Magellan effect 啦 ，Magellan effect，OK， 在这个 Magellan effect， 就是说，如果今天一个球直直的飞，它会不会有升阻？它会不会有升力，或是降力？不会，但它会有阻力。那个球。那你要让一个球改变方向，不管是往上升或往下降，你一定要怎么样？你一定要旋转，对不对哈？或者是说你要，当然还有就是不旋转，但是你给它表面一些奇奇怪怪的一些干扰哈，所以变成就基本上就是说，速度比较大的地方压力比较小，所以我们一般生意啊，
所以你飞机在起飞的时候，古时候的飞机一直到这架飞机都是对称型的，所以你要让它飞起来，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弓角。所以弓角就是说这是我们风来的地方啊，你一定要有弓角，这样子它飞得起来。但是现在的飞机都是做什么样？我们叫做说机翼薄面型的，就是机翼型的，所以基本上它不需要弓角，它都设计在说我平飞的时候，它刚好它的升力刚好等于重力，所以比如说在43000英，现在如果飞到那个什么美国去的，大家都飞在43000英尺或41000英尺的高空，这个高空的时候我平飞，这个时候产生的那个升力刚好等于重力，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就没有弓角，没有弓角的话，我们就设计机翼是什么不一样的机翼。不一样的机翼的话，让它这个机翼凸出来，这个时候的话，它的流线会被压缩。流线压缩代表什么？速度快嘛。我们知道流线两个中间流线的量代表什么？流线量的差代表什么？流量嘛。所以当你流线比较密集的时候，代表什么样？流量比较大嘛。流量比较大，但这边就速度就比较大嘛，所以这个时候这边这边速度比较大，就产生压力，就往上提。所以利用这样子的话，我就可以在没有弓角的时候，我也可以产生升力。所以这个 L4 基本上是一个很重要的研究。好，那在做风车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一样？我今天风车我是这样正来，风是迎着我来，我要让它转，所以这个时候的话，你看到你要右旋还是左旋？你就设计什么样？这个 L4 是这样起来，然后产生一个这样侧边的压力差，这个时候它就可以一直转。OK， 所以我们那个风机跟涡轮叶片也是一样，我们是希望它没有太多阻力，因为你阻力就是摩擦力都消耗掉了，所以我们设计，我希望我产生很大的就是这边的升力差，但是我不希望有太多阻力，这样子的话，我就可以把那些侧向的压力差，然后让它一直旋转。那旋转之后怎么样？就开始带到后面的那个发动机去了。你就先会到变速箱去，然后到达我们要的速度然后变速箱接到什么发电机，那发电机就开始转，就可以这样子。所以你会发现说，其实风机全部的发电里面，当然火力发电传统是机械在做的，还有什么样？风力发电。风力发电里面，不管是在后面讲的材料设计，或是空气动力学的那个设计，除了发电机之外，几乎都是什么？都是机械系的领域就风力发电跟水力发电都是一样的OK， 好，这边是美国的那个什么，他们那个做的一个那个风速的分级表我们刚才讲过，大概是要在这个风左右，这个风以上才适合所以说你就可以依照这些什么去做个台湾其实台湾整个的那个风速的那个分布图。大概都已经做的差不多，都已经有资料都有了，我们就可以等一下可以看一下哪些地方适合插风车，哪些地方不适合插这个做风机。那张姐讲过，大概是什么？东北沿岸一直到苗栗这个海岸这个地方，还比较合适，也不是说非常好，但是更合适的是离岸但是离岸的话就有一些问题，等一下会讲好，我们讲说那个任何东西都有个上限都有个上限，就是说你的那个能量是上限。那我们讲说风能的话，基本上它也是有上限。所以为什么现在那个什么，为什么越做越大只？为什么你现在发现风机越做越大只，数大便是美这样子？这个可以很容易算出来嘛？你知道我们的能量等于多少？能量等于什么就等于什么1/2的质量流率乘以 V 平方，这大家 OK 吧？能量是什么？1/2 mV 平方嘛。那如果是功率的话，对时间做微分嘛，所以说1/2乘以什么样？我的 m 大乘嘛 ，v 平方嘛。那 m 大乘又怎么算 ？m 大乘就什么样？单位时间经过这个截面积的什么样的量嘛？所以说我是这个截面积乘以什么速度嘛？所以呢，我就很简单的把 m 大的变成 ρAv， 这个 a 是什么样？就是我扫过去的什么？我这个风机的什么截面积嘛，所以 ρAv 嘛，就这样乘起来。所以我就知道说我的功率怎么样？跟速度的3次方成正比，跟什么样？面积成正比。面积是什么？半径的平方所以就知道说，我只要我的风机大1倍，我的怎么样？我的那个什么功率是大4倍当然速度3次方更那个，但速度不能控制速度是什么？地形我只能讲说我找一个比较好的速度的地方去做风机或者比较高一点。这样子，但是这个是不能没办法，所以从这边可以看出来，你看，如果说今天这个什么那个什么然后呢，这边还有一个就是说，
这边有个比风功率啊，就是说如果除以它的什么面积 A 啊，就是说把这个那个什么用比风功率就是把 A 除掉就变这个东西哈，这个是一个定义而已啊。OK 好，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它的功率是1/2 ρ AV 3次方。那我们讲说它真正这个 V 怎么算出来 ？V 是不是整个风过来那个 V 那个速度就是 V？ 除非是你100%的动能都被你用掉了，你才有办法达到刚才的功率嘛。但是你有没有可能100%的动能都被你用掉？不可能嘛。最起码我们不要讲到说什么摩擦力，我们讲说我们不希望风机上面有太多摩擦力，但是你总是免不了一定有摩擦力那个损失嘛。好吧，就算没有摩擦力，风能100%过来，你如果完全停了会怎么样？塞车啊！你总是希望它一直流动啊。所以说，你进来的风率是 V1， 你进去的出去的风速也要有个速度啊。如果出去没有风速，全部停在这边，那就塞车啦。所以说，基本上你是不可能100%把你的那个什么风力变成什么样，变成那个电力的啊。但是我们就可以算出一个最大的比嘛哈。所以基本上我们讲说，真正可以用的功率是多少？是原来的速度减掉到风机后面的速度。我就把它微分嘛，好，那一般我们讲说，一般这个比较复杂，但是比较如果是比较复杂，但是我们都可以大部分做，就是说，基本上假设我们飞进来跟出去中间的值就是什么平均值。我们常常不是这样做吗？记得大家在装热船的时候，那个温度也要知道，才能知道它的热传导系数嘛。但是你如果温度知道，什么事情都算到了嘛。所以我们怎么样？会一些事情假设我们取的温度来查它热传导系数是什么？用刚开始跟什么后面的平均值，记得吗？这是一个平均值而已，不是很准确，但是也差不了多少。所以假设我们讲说空气流量是怎么样？是它平均值，就是经过了平均值。这个时候我就可以把这个带进来，就带进去，这个带到这个地方来。这个 CP 就刚才那个什么没有出，就是 CP 就是刚才那个定义可以我把它这个就是我的什么比例，我把它微分，我把它做这个时候做微分的时候，你就可以这个你把这做微分，你就可以得到一个上限叫什么样？叫做 base 的样子，好像OK 就是跟等于这个名字等一下好像这地方。就是这个上限这个一个名字叫 base base limit 就是这个算出来就是这个值。你可以把刚才那个 CP 值跟 V0 跟 V0 就是什么 ？V0 就是说我到风机后面的速度 ，V 就是速度，我可以把它画个图取微分最大值大概是0.59。所以意思就是说，一架风机你如果设计的最好的时候，基本上你也是可以到达60%的有效率。这是不考虑什么？不考虑一些摩擦力一些什么东西，所以基本上你就知道说，一般的风机的有效率比它低一点。但是基本上我们也不会在乎这么多了，为什么？因为风是不用钱的当然我们会希望把它提高更多一点这样子。这个时候你就会想到说我要设计比如说我叶片要设计几个人。其实一般来讲什么那个什么效率最高的是2叶的。除了是摩擦力小之外，它转动也比较方便。但是呢，基本上2叶的在稳定上面不好，所以你现在看到风机都是3叶的。3叶的是什么？是因为结构上面那个什么那固体力学结构上面比较稳定，所以一般你看到风机都是3叶。事实上，如果是要讲什么单纯用空气动力学讲有效率的话，2叶的风机是什么？是最好的。OK 好，所以基本上我们讲说最高是0.59，那一般的话是怎么样？大概是在0度，但是一般讲说低速多叶片风力机的话更低一点，在0.2到0.4所以你会发现说还是有很多地方可以做的。怎么做？完全是怎么样？从空气动力学里面去着手，你怎么设计到一个好的叶片然后这个叶片的话，真的怎么去在旋转上面？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设计，比如说现在有一个什么做一个风罩，我这个风机在里面，我进来的时候突然把它变成一个风罩风罩之后就慢慢把它缩。瞬间可以到我的风机的时候刚好加速，这个都有但是坏处就是什么样？你要额外做一个风罩所以说一般的话，你看那种大型风机没在这么做，但是可能放在你们家小风机就可以这样做。我因为大部分都是把空间的一些我不能做它大风机，我就做一个风罩这样子。所以很多啦，所以基本上
风机还是有很多东西，很多地方可以研究这样子哈。所以我们讲说，第一个风能就怎么样？你100%的风能输进来的时候，那经过第一个你要把它的能量变成我的转子的动能，基本上就刚才讲的大概是20%、30%到顶多是什么50%，所以有30到40的那个什么转换率是从动能到我的转子的。那接下来的话，基本上那个什么。那个到发电机就蛮高的了。我们讲说发电机到个地方就可以到了80%、90%没有问题。所以但是呢，总的算出来的话，机械能大概是多少？所以说机械能转换成电能蛮高的，变成有70%，所以总转换效率就20%到40%。所以讲句实在话，我们当念工程的还是蛮不是很厉害哈。对不对？自然界给我们这么多的能量，连一个风机这种东西好像很容易掌握，结果我们也只能把20%到40%的能量变成电能而已，所以还是有很多地方可以做的哈。对啊，所以都是要这样子啊，先求有，再求优化的哈。OK， 好，所以说基本上我们讲说它的一些特性是怎么样？基本上我们知道说它跟风速的3次方成正比，所以呢，因为3次方多一点点就多很多。所以为什么风机要越做越高的原因这样子哈，所以基本上那个哈然后跟什么样？跟那个他这边讲 OK， 所以基本上一般我们讲说这是一般的哈，一般你的速度跟你的什么，跟你的高度的1/7次方成正比，这个是因地形而已啊。不过大部分就是这样子，如果是一个平坦的高度的话，基本上因为越距离平面的时候，基本上它的摩擦力越大，风速不稳定，所以越高会什么？越边界层，然后越高会那个，所以基本上你用这样子的话，就可以提升我们的那个什么，提升我们的有效率这样子。然后基本上刚才是什么？1/2 ρ v 3次方，对 ，ρ a v 3次方。所以那个什么空气那个密度也是有关系的啊。所以这边举个例子，当然有时候什么，是不是越高的时候我们讲说越高风速越好，但是呢，如果太高了，压力太低啊，所以它未必好啊。他这边举个例子啊 ，Denver 啊。他说那个 Denver， 它基本上它的什么样？它的 wind energy 大概是比平面少。这个应该我不晓得，大家用课本以前上那个什么热力还是上那个流力都会用丹佛式来讲做例子嘛？有没有？讲说它的什么样压力比较低啊？因为它的海拔比较高，压力比较低啊。以前不是那个 Denver 不是也讲说是什么投手坟场吗？为什么？空气稀薄，所以呢阻力很小，所以呢。一下子就全垒打了，所以说如果每次到那个 Rocky 那个洛基队的话去打球的话，那个什么那个投手都比较长，他们叫投手坟场。以前那个曹景辉就是 Rocky 的那个嘛的，大家知道曹景辉是谁吗？知道哈 ，OK 啊，你们还没有太小 ，OK， 还知道曹景辉是谁？对啊，所以基本上 Denver 那个地方，因为它海拔蛮高的，所以基本上就已经比它小了。然后呢，那个什么 swept area 就是我的什么截面积。跟它平方成正比，所以基本上他现在讲说，现在这个是大概在5、6年前的数据啊，有413个那个什么，都是乘以0.3是多少100，反正就是有100那个截面那个什么直径有100多公尺啊，你想想看那种叶片要怎么设计，然后要怎么先不要讲说设计要怎么运就好了，一根叶如果一个叶片。有65公尺长，就是一体成型的，也不是说到场来把它弄来，就是一根叶片60几公尺长。台湾怎么印啊？能上高速公路吗？怎么转弯啊？火车转弯也得要那个对啊。你去想想看，不要讲什么，但是讲说要运那一个叶片，你就觉得就有一点麻烦了当然你要有这么长的叶片，你就高度要更高啊。要不然打下来，当然高度高是好的，但是你打下来，所以说变成说它的 tower 就要很长啊，对不对？比如说如果是有这么大的话，基本上你就大概要有180几公尺高的那个什么的那个 tower 这样子，对啊。然后所以说这个基本上跟刚才讲的 rho 跟 rho 成正比，跟 a 的平方跟 a 成正比，跟 v 的3次方成正比，然后也算出来这个 Best Limit 1928年就算出来是大概59，但是我们讲说刚才讲大概是30%左右，就是现阶段在用的风机这样子。